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赵金志。今天给大家来做一期安装永久免费 Office 的教程。老规矩，我们先到博客看一下文章。因为整个安装过程会比较麻烦一点，为了方便新手和小白能无痛的去安装，我干脆就做了一个一键安装的脚本。这个项目的话，我已经发布到了 GitHub 上面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连接到我的项目去看一下。这里的话有一个脚本的界面，为了方便新手和小白使用，我特地做了个图形界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脚本。这个脚本工具主要通过 Windows 官方的安装工具，然后通过脚本代码全自动的去下载安装，然后通过 KMS 自动激活。下面还做了一些简单的说明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这个项目这里看一下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项目对你有用的话，可以帮我点一个 star，然后也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感谢。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文章看一下。文章的话，前面基本上跟项目差不多。然后这里简单说一下，我这个脚本的话，因为官方的话它有很多版本，为了方便安装，我这个脚本目前只做了一个版本，默认的版本，只安装这个专业版的2024版本。默认组件的话，只有这3个组件，大家比较常用的组件。如果你需要安装其他组件的话，需要根据下面自定义的内容去操作一下，我们这个后面讲。正常情况下的话，我们直接通过这个快捷命令去运行安装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来实操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运行这个代码的话，需要以管理员的身份去运行这个命令窗口。我们到我们这里来搜索一下，一般都会搜索到，然后我们要通过管理员身份去运行。我们复制这个代码，然后粘贴进去，回车运行，然后就能出现这个工具界面了。正常情况下的话，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要求，就一键安装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先来演示这个一键安装。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进程日志，它会先到我的项目去拉一些基础的配置和程序，然后下载的文件，我这里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查看临时文件夹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，它会打开一个文件夹。这里卡住了，我们这个工具做的比较简单，尽量一步步来吧。当它在运行其他程序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去操作其他的。这里的话，它自动下一步了，自动下一步下载安装包。这里的话就是没有任何信息的，我们等它完成，它就会跳掉。正常情况下，你一键安装的话，你直接把电脑放着，等它自动跑完就可以了。因为有时候根据网络因素，它这个特别是安装包这里可能下载会比较久一点。哦，这里它已经提示下载成功了，然后它会自动安装。OK，
这里安装完成，它安装完成之后，它就会自动开始激。然后应该我们刚刚点了查看临时文件，它刚刚反应过来，所以在正常运行的时候，大家就不要去点其他的按钮了，因为这个程序做的比较简单。然后我们现在来查看一下安装情况。我们去新建一个 Word， 我们打开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账号，已经成功激活了啊，对啊，然后我们先把它关掉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安装的临时文件夹。如果像现在这样安装完成之后，我们可以通过清理临时文件，它自动会把这些内容删掉，这个文件夹留着没有关系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整个安装就完成了，然后我们直接退出就可以了，也不会留下任何的文件信息啊之类的。这是一键安装的过程，然后中间的话可能根据不同的网络环境啊，可能会速度会不太一样，大家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。然后下面的话，我来讲一下这个自定义的版本内容。我们先重新这个运行一下这个脚本。如果你希望自定义去安装呢，那你就不要一键安装，我们可以先去打开这个临时文件夹。只要你运行这个，它会自动去给你创建一个临时文件夹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先收起来，然后我们先在自定义之前，我们先要去下载和安装这个必备的程序文件，让它自动去下载。然后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地址去自定义配置，然后这是一个官网的。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配置。正常的话，我们默认64位就可以了，根据自己的系统去。然后我们这里可以选择套件。正常的话，我们选择这个专业版的2004就可以了。然后如果你有其他需求的话，就根据其他的需求来。然后这里默认就是最新版本，这里还有其他版本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主要是看这个应用这里。这里的话，如果默认的话，它会比较多，各种的软件啊之类都会有。然后我的话，默认的安装版本就是只包括这3个。如果说你有其他需求的话，那你就需要到这里来自定义。比如说你加一个其他的 Note 啊、Outlook 啊之类的，你可以加上去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就可以下一步。语言的话，正常大家根据自己的语言来选择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也可以选择一个英语或者加其他的语言都可以。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。下一步的话，这里基本上就不太需要去观看。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开起来，关闭正在运行的。这里的话都默认就可以了。授权和激活也都默认。下面基本上就保持默认就行了。然后我们点击完成，一个基础的配置就完成了，然后我们直接导出就可以。然后我们保留当前的配置，然后确定，接受。文件名的话，我们这里要写 config， 然后导出，保留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这个文件，对吧？然后现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下载完成，我们回到这里来看一下。现在的话，一个官方的安装程序已经下来了，另外一个应该是这个配置文件还没下来，我们等一下，等它这个运行完成。然后现在也顺便讲一下，刚刚忘了讲的一个点，就是当你在安装之前，你要保证当前的电脑上已经把原有的卸载掉了。如果说你本来就没有，那就无所谓。
OK，它这里的话就下载完成了，然后一个安装程序，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默认的配置文件，就跟这个一样。如果你需要去自定义的话，那你就是把这个下载文件，你下载的文件直接去覆盖它，直接替换掉。对，替换完成之后，你再进行下一步的下载就可以了。你这里的话也可以选择一键安装，一键安装的话，它也是能自动去识别，它不会继续重复下载。我们可以尝试一下。它这里会提示已经有了，对吧？然后直接进行下一步操作，然后我们这里的不需要，就把它关掉就可以了。然后正常安装过程、执行过程中，你也可以提前把这个临时文件夹打开，然后它会去下载安装包的时候，你可以通过这个文件夹里来看，主要是在这个文件夹里，它会下载各种文件，你可以去根据这个动态确定它是不是在执行，知道吧？你看它现在其实还在执行，还在下载，我们只是刚刚把那个窗口关掉了而已。我们看到它还在下载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把这个关掉，我们直接清理掉临时的文件。这它还在执行卡住了，我们强制退出一下。这里我好像没配置好，它没办法强制退出。我们通过后台来把它关一下。后台结束一下。这里都没办法强制关掉它嘛？看一下。OK，它强制关掉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强制关掉这个目录可能就不存在了。我们直接把这个关掉，然后退出了，它就自动退出了。我们再回到脚本看一下。我们直接可以通过这个来看一下，临时文件空了，就是刚刚强制退出的时候，它也去执行了这个清理临时文件的操作。这个后面我再继续优化一下吧。我们再点击这个看一下。OK， 这里是空的，那就没问题。基本的教程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这里直接退出。我后面考虑把各个版本打包做成一个离线的安装程序。如果大家觉得有这个需求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或者有其他的功能或者需求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人多的话，我就在下期视频之前把这个离线工具做出来，好吧？OK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